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公司新招进一名高学历文案编辑，因他写的文案内容很多涉嫌违反广告法。我在小组开会的时候点名提醒了他，没想到此举惹怒了老板。年终大会上，老板给全体员工普涨工资，外加1个月年终奖，唯独我降薪30%，我不忿，去找老板理论。他悠闲喝着功夫茶，你能接受就做，不能接受走人我也没意见。你这个岗位，别说你本科学历，研究生我想招都一抓一大把。我咬了咬后槽牙，摔门而去。如他所愿，我被逼离职了。我走后，他招了5个人，都没能完全接手我的工作。直到后来，他招的新人捅了个篓子，直接让他公司陷入破产危机。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韩哲，当初你入职时，咱们薪资系统也没这么完善，工资定得草率。按照这最新的核算，你现在职位本就应该这个工资，并不是降薪，相反，之前是给你多发了。老板陈光耀漫不经心品着功夫茶，随手把我送过来的业绩汇总扔到一边。今天的年终大会上，陈光耀用2个小时的时间回忆了他这些年的光辉创业史。最后总结时，他高兴地说，根据初步估算，公司上半年就已经超额完成全年销售目标。为了鼓励大家，全体员工涨薪10%，另外再增加1个月工资作为年终奖，涨薪10%。相对于我7000的底薪而言，上涨虽不是很高，但是我也挺高兴的，也跟着大家一起热烈鼓掌。可没想到下一秒，他话锋一转道，不过这次涨薪不包括市场运营部韩哲的工资计算有误，需要重新核算。然后他在台上看向已经愣住我，韩哲会后单独找下我，我会和你解释清楚。所有人目光齐刷刷向我看来，有同情，有戏谑，有嘲讽。我有些懵，但更多的是愤怒。会后，我调出我这些年做出的成绩，想找陈光耀要个说法，谁知他看都未看，直接通知我要给我降薪30%。除此之外，提高 KPI 考核门槛。他制定的这个考核门槛几乎和我们过去几年中最好的绩效持平。如今市场环境怎么和前几年相比？他明摆着1分钱奖金都不想再给我，这不就等于变相逼我离职？我拼命压下内心的愤怒，但声音还是控制不住颤抖。我的工资到底哪里有错？我的底薪7年未曾变过，许多基层同事底薪都比我高。至于奖金，我只是拿完成绩效考核应得的奖励，还有当初你承诺给我的股份我也没有见到。陈光耀不耐烦地摆摆手，我没心情听你在这说这些，到底是怎么核算的？你可以去找 HR 部门的阮经理聊聊，我现在又要管这又要管那，哪里有时间过问你工资这种小事？阮经理，他那个只会背后嚼人舌根的小姨子吗？啊！我攥紧了拳头，然后一字一句回答，我不接受这个薪资调整。陈光耀彻底黑了脸，他厌恶地道，我只是通知你，至于接不接受是你的事情，你也不要拿你所谓的业绩给我看，公司一向业绩稳定，你当初之所以能做出业绩，还不是吃我们家品牌的红利？你想干就干，不想干我尊重你意见。你的岗位，别说你一个本科生，我招研究生都一抓一大把。我被陈光耀一席话气得手脚发麻。他曾经夸我是个人才，公司有了我才得以发展壮大，我也把他当成我的伯乐，卖力给公司干活。
可万万没想到，我只是公司起步的垫脚石。陈光耀是个富二代，他现在所经营的公司是从他爸手中接过的一个国货老品牌，主营家居用品。上世纪90年代，在国内确实小有名气。不过，随着国外竞争品的涌入和新兴产品的崛起，不会营销，也没有抓住互联网风口的光耀集团，产品渐渐被挤出市场。我入职时，陈光耀刚刚接手公司，公司甚至发工资都困难，又何来红利？那时候，除去车间10几个操作工，办公室一共不到10个人，基本都是陈光耀家7大姑8大姨的亲戚。公司生产的产品都是10多年前的款式，毫无特点和新意。我抓住互联网和智能应用的风口，建议把智能和远程控制加入新款产品里。而我刚好有同学在软件公司，智能控制软件搞定后，我们结合年轻人的喜好，对产品的配色和性能进行改革和创新。新产品落地后，又花了3个月时间测试。当年9月，我揣着忐忑，带着新品去上海参加国际家居展览会，可没想到，小小的展位前竟意外挤满了人。7年前，正是电商蓬勃发展的时期。许多电商公司负责人现场体验了我们产品后，都希望能够得到产品的线上销售权，但我只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并没有直接答应。展会结束回城后，我迅速布局各大电商平台，入驻官方旗舰店，待旗舰店销量和口碑稳定后，才开始进一步规划网上销售矩阵。因我大学曾经做过1年海外交流生，也认识几个海外的朋友，我向他们推荐我们的产品。一个澳洲朋友Liam看过我寄的样品，了解我们供货价格只有他们国家1/3，来中国验过厂后，他首次订货就高达600万美元，并签下了全球独家代理协议。海外这一块，他负责宣传推广。陈光耀当时看着订单，手都哆嗦了，他大喊了3声：“好，好，好！”想坐下时，却跌坐在椅子外面。那晚，他喝了很多酒，他红着眼眶说，自己以后再也不是人人眼中只会吃喝玩乐的富二代，从今以后也有一番自己的事业了。7年来，熬夜加班到2、3点，一天5、6杯冰美式已经成为我的生活常态。我们把即将倒闭的企业发展到现在拥有200多名员工的生产销售一体化公司。在别的品牌都在线下撤专柜时，我们却在几年间增加100多家店铺，眼看着业绩稳定了。我的职位从市场运营专员升到市场运营经理，每年绩效奖金也水涨船高，便开始有人琢磨卸磨杀驴了。陈光耀掀起眼皮看看我，然后打开了电脑上的游戏页面。你还有事没？没有别的事，你便回去考虑考虑，是走是留我都尊重你。顿了顿，他强调，但有一点，这个薪资无法更改，公司不会辞退你。你若主动走，那么我也没有任何补偿。还有，我提醒你一句，我们签过竞业限制协议，你离职后起码2年不得再入本行业。我怔怔望着他，一时难以接受他如此丑恶的嘴脸。气愤之下，我摔门而去。返回办公室时，看见文案编辑李雪和运营部的一名组员在搬我的工作电脑，桌面上的很多重要资料被碰散落在地上。你们干什么？我上前厉声阻止，两人忙住了手，尴尬冲我打招呼。李雪笑意盈盈道：“韩经理，我这边需要一台配置高的电脑给设计用，
陈总让我把你电脑搬过去，他说你平时就普通办公，用这种高配置电脑也是浪费。我等会让人把另外一台电脑给你搬过来，电脑资料我通过局域网分享给你。说完，他直接指挥那名组员搬着电脑离开了。李雪是2个月前陈光耀招进来的文案编辑，隶属于市场运营部。她曾是陈光耀大学同学的妻子。据说李雪和前夫在闹离婚时，经常寻死觅活。陈光耀得知后，便化身情感博主，每天安慰李雪到半夜。后来2人离婚成功，陈光耀同情李雪一个人带着女儿不易，特意高薪把她招进我们公司做文案。李雪是985高校中文专业研究生毕业，生女儿前也曾在大厂工作过2年。本以为她完全可以胜任文案编辑的工作，可没想到她写的内容乱七八糟，而且基本都是她的感性输出，很少贴合产品。偶尔关于产品的部分还使用许多极限词，大都踩着广告法的红线。这种广告文案上线，一罚一个准。为此，我特意在开会时提出他的问题，并送他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让他再好好熟悉熟悉内容。本是工作中的就事论事，我的语气也顶多算严肃，可他却哭着从会议室跑出去，找陈光耀说我针对他，闹着要离职。当时我一整个无语，没想到还有心灵这么脆弱的职场人。而恰恰是因为这件事，后面陈光耀便开始处处针对我。我按了按被气得一跳一跳的脑门，运营部的几个下属扒在我办公室门口张望着，大概在看热闹。最后跟了我5年的王志峰走了进来，他担忧地问：韩哥，你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你准备怎么办？我脸下神色，我能怎么办？胳膊拧不过大腿。不过我倒要看看陈光耀能做到哪一步。陈光耀无非是觉得现在市场已经全部打开了，只要找人按照我之前的运营策略维护就可以了。但他小看了我在运营工作中的作用。7年的努力，我虽称不上公司的大动脉，但起码也是心脏附近的重要血管了。第2天上班，走到办公室门口，发现我的物品全部被搬出来堆在通道上。王志峰正在帮我整理。怎么回事？我有些不解。王志峰回头看见是我，站起了身，他眼中满是愤怒，朝着办公室努努嘴，小声道：李雪搬到了你的办公室，陈光耀刚才亲自安排的。他说等你来了，让我告诉你，让你搬到办公大厅和我们一起做，方便工作沟通。我扫视了一圈周围的同事，平时围在我身边热情叫着韩哥的那几名组员，现在不是装作摆弄头发，便是装作办公，主打一个装看不见。我平静道：没事，坐哪里都一样。说着，我和王志峰一起把物品搬到最角落的唯一一个空位上。这个位置离空调和窗户最远，位置够坐的情况下，基本没人会坐这个工位。刚刚收拾好办公桌，还未坐定，陈光耀领着李雪出现了。他拍了拍手掌，大声道：大家把手头事情停一下，我有个事情宣布。声音很大，同事们听后赶紧站起身，毕恭毕敬等候着。他清了清嗓子道：即日起，李雪升职为运营部经理，以后和韩哲共同管理运营部。同事们瞬间震惊，面面相觑。有人率先反应过来，赶紧鼓掌表示祝贺，后面人也纷纷跟着鼓起掌来。陈光耀满意点点头，继续道：李雪可是名校研究生，还有世界500强大公司的工作经验，
是我花高薪聘请过来的。他目光看向我，韩哲，今后你负责配合李经理工作，遇到不懂的问题，多向你们李经理请教请教。你虽然有几年工作经验，但是最高学历也不过本科。这是当众故意恶心我。我暗暗握紧拳头，又强迫自己松开，然后也笑着鼓掌。那希望在李经理的带领下，我们运营部能够再接再厉。一整个上午，我的手机和邮箱都异常安静。从前消息不断的工作群，现在悄无声息。去洗手间时，遇到在抽烟的王志峰，我问他，你们是不是单独建了工作群组？怎么我一条消息都没有？他点了点头，小声道，是姓陈的亲自建的。他把除了你之外的所有人都拉进了群组。关于运营部的事情，现在都是李雪在处理。陈光耀让他不懂的，可以直接去找周副总。王志峰看我脸色变了，忙解释，韩哥你别误会，我之所以没告诉你，是怕你知道心里难受。我感觉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头顶，这不就是妥妥职场冷暴力，搞孤立那一套？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几天，我很快发现，我这个所谓运营部经理被彻彻底底架空。我的工作账号操作权限已经变更，根本看不到公司核心内容。高层传达任务直接通知李雪，而组员汇报工作也全部越过我，就连我手中的合作商陈光耀都逐步让我转交给李雪。这些也就罢了，让我最寒心的是我一手带起来的10几个组员。这些年我曾帮他们担过责任，争取过加薪、假期、延长哺乳假，也曾帮助他们解决无数个工作中棘手的问题。可当我被针对时，他们竟然也是拿刀指向我的一员。这个公司从里到外都烂透了。我提交了离职申请，当然这并不表示我向陈光耀妥协了，我只是不想这么无谓的耗下去，浪费自己时间。但他显然并不这么认为。陈光耀捏着我的离职申请表，那表情用喜上眉梢形容都不为过，但是他还是装模作样说了一番话。你为公司付出这些年，我都看在眼里，但是公司也给了你这么好的平台，竞业限制2年到期后，你出去找工作，有这份履历，别人也会高看你一眼。你当初来我公司也就是个应届生，也亏我当时敢用你，若是放现在，你进来做实习生，我都要考虑考虑。我面无表情，那我谢谢公司这些年的栽培，但是也说不定你栽培出来的是未来的敌人。陈光耀只摇摇头，无奈笑了笑。虽说你工作了7年，但还是年轻气盛啊，这种话以后少说，别惹人笑话。说完，他冷着脸，重重在那张离职申请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扔给我。不用办交接，我会派人看着你收拾物品，什么该拿走，什么不该拿，你应该清楚。收拾完你直接离开吧。我捡起地上的申请表，转头离开了总裁办公室。陈光耀派了运营部的组员看着我收拾物品，几个人像防贼一样看着我，各类文件、工作牌、工作手机、办公文具等等全部交给他们，他们全部检查一遍后签了字。我临走时，曾经我亲手带出的运营助理方暖暖开口，韩经理，方便检查一下您的手提包吗？我看着他，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当初他是瞒着已经怀孕的状态入职的，哺乳期结束后，公司本想辞退他，觉得他这个人不诚实。那时候他哭天抹泪，不想失去这份工作，还是我建议公司给他一次机会。可今日
他却像个跳梁小丑一般上蹿下跳，但我还是笑着递给他，随便，一次性检查清楚。他虚假笑笑道：“抱歉，请您不要介意，这只是流程。”他翻看了下我包的前后兜，发现没携带任何文件后，把包放我手里。韩经理，再见，再见。我笑着回，呵呵，若是再见，怕是兵戎相见。我拿着之前签的竞业限制协议去找律师咨询，他看完所有内容，很肯定地告诉我，双方权利义务完全不对等，条款也很模糊，基本可以算是无效合同。即使原公司起诉你，我也有90%的把握帮你打赢这场官司。听到他这么说，我心中有了数。从律所回程的途中，手机上打进来一通电话，是卓瑞集团的副总宋希。这些年他带领卓瑞市场运营部，处处和我对着干，但每每又被我力压一头。电话中，他语气带着幸灾乐祸：“哈哈，听说你被晨光耀裁了？”我没好气：“差不多吧，比被裁还惨。怎么，你来落井下石？”他笑道：“没有没有，我来问问你有没有兴趣来卓瑞。这次你总没有理由拒绝我了吧？”我沉默没有出声。这几年，卓瑞曾经找猎头挖过我多次，都被我拒绝了。后来身为副总裁的宋希亲自联系我，说只要我去卓瑞，条件让我自己开。那时候我对光耀集团有很深的感情，也觉得陈光耀是我的伯乐，从没想过离职的事。行不行？痛快给句话。宋希在电话那头催，我委婉拒绝。我属于公司中层，之前有签竞业限制协议，怕是未来2年无法从事同行业，实则是我有自己的打算。陈光耀过河拆桥，我也有100种方法让他不好过。宋希豪气道：“只要你愿意来，官司我们帮你打，打不赢你的赎身钱，我们卓瑞帮你出。”我一时语噎，说实话，有些感动，同时更有些心酸。我倾注全部心血的公司将我扫地出门，可这7年来，我力压市场占有率的卓瑞却向我伸出援手。我回他：“那我慎重考虑下，不论结果如何，先谢谢你。”宋希在那头笑得轻松：“嗨，别客气，说不定我们以后就是共同奋战的同事。”我离职的第5天，彼时我正躺在阿勒泰的草原上，王志峰微信上和我说了一些公司的事情。韩哥，我和你说个超无语的事，你走第2天，李雪把 Liam 得罪了。我们的产品有1年保修期，但是李雪说你之前给 Liam 报价过低，理应不包括免费维修。他要求从下一批货开始，Liam 需要付费购买维修和更换的配件。现在 Liam 要打跨国官司，我有些无语。当初给 Liam 的报价是我和陈光耀反复协商之后决定的，报价本就包括售后服务费用，这些合同都写得清清楚楚。他们如果觉得能够辩得过法律，那就随他们去。王志峰继续道：“你不知道，你走后陈光耀安排了5、6个人来接手你的工作，但还是一塌糊涂。数据分析他单独安排了1个人，对接各个平台的商务加了2个。李雪到现在还没搞明白怎么运营，时不时翻看你之前的营销方案。昨天还把研发部的2个小姑娘骂哭了。她说人家设计的新品都是狗屎。对了，之前海外销售这一块的报关和货代不都是你负责吗？现在没人会做。”陈光耀急得抓耳挠腮，我估计他等会就得找你。挂了电话，我坐了很久。其实王志峰电话中所说我工作的内容，还不到我实际工作的1/5。这些年，我天天忙得像个陀螺，
虽然我只是个小小市场运营部的经理，但是从产品研发到销售渠道管理，再到售后支持，我没有不需要盯的。我不信陈光耀不知道我工作到底有多忙，他只是装瞎不想看见罢了。晚上我喝着啤酒，坐在驼峰山顶看日落。陈光耀微信上给我发来消息，我打开看，是一份表格，后面跟着一段语音：韩哲，表格是发往英国的箱单，你把报关做好，顺便联系下货代，把那边要求的乱七八糟的内容都填了，处理好后把货代车牌号和司机号码发我。我都以为自己眼花了，这颐指气使的口气，还以为我是他员工呢。大概是李雪处理不了，才让他这个堂堂老板亲自不惜纡尊降贵来找我做这些小事。我没理，直接关闭了聊天框，手机开始震动，是陈光耀打进来的。我想了想，还是按了接听。接通后，陈光耀语气有点不高兴，他抱怨道：韩哲，你怎么回事？没看到我消息吗？现在才晚上9点多钟，总不至于休息吧？你把微信上我和你说的内容做好，尽快发给我。和之前的口气一模一样，真是小刀划屁股。开了眼了，我不咸不淡回：抱歉，我没空。再说了，报关单需要产品代码，每个产品净重、毛重、体积等，这些都需要在公司系统查询的。您不会以为我能把这么多产品信息全部记住吧？他一时找不到话来回复，而我也没让他再说下去，直接挂断了电话。其实这些报关和联系货代的额外工作本来就不属于我，但是一开始公司没人会做，陈光耀也不想花钱专门招个人来做这些琐事。我去学了，会做了，便再也没有人接手，而他们就公然成了我的工作，甚至做不好还要被上面领导骂。没过几分钟，陈光耀的电话再次打了进来，但是这次我没有再接听，而是调到了静音，任他想去。新第1个月，我选择入职卓瑞，因为相对于我之前准备的伤敌800自损1000的办法，入职卓瑞和光耀对着干更有打击性。我还是以前的岗位，市场运营部经理。卓瑞的产品和陈光耀的产品风格类似，产品功能也接近，所以前几年两家一直争得你死我活。不同的是，这些年卓瑞的产品只在线上发扬光大，但线下和国外市场空白一片。这也是宋希不惜为我赎身，都要让我进入卓瑞的原因。当前线上销售已经进入疯魔化，一再的压缩利润，平台各种条款，无需退货仅退款，运费险，无理由退换等等，甚至产品用了1年了，客户都还能成功退钱。宋希指着半仓库的库存对我大倒苦水。这2年电商平台竞争实在太激烈，网红的推广费高得离谱，我们利润被压榨得所剩无几不说，现在有这么多退换回来的产品，修吧，增加成本，直接作废呢，基本都是90新，又实在浪费。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市场规划要撤掉部分网上销售矩阵，将精力放在线下市场和海外市场。运营部20人全部归你调遣，你指哪打呢？我和大老总完全放手，他们也确实做到了。才入职卓瑞刚刚半月余，我就感觉真正做事是什么样超爽的感觉。没人给你使绊子，员工不是老板亲戚家的7大姑8大姨，不用担心他们一个不开心便去告状，给你穿小鞋。不用担心你批评一个下属，他就越级上报调动你的职位。下达的任务没人会推3阻4，都是高效完成。真的，
后悔来晚了。宋希怕我人手不够用，又从策划部临时抽调了几名员工，配合我前期的线下渠道推广方案。说实话，推广期的工作很累，经常需要加班、出差考察，不停地做方案。但是这些工作都是运营部核心工作，不是乱七八糟的杂事，我如鱼得水。线下店铺的选择，我全部布局在光耀的店铺附近。这并不仅仅因为我的个人恩怨，因为光耀线下的店铺我都考核过，哪个店铺的业绩比较好，我也牢记于心。我现在的目标只有2个，一是扩大卓瑞市场，二是击垮光耀集团。这俩目标不仅不冲突，还几乎一致。不消1个月，陈光耀发现了我在卓瑞做运营经理的事情，他立马要律师给我发来一封律师函，让我立刻从卓瑞离职，还要赔偿经济违约金和他们的全部损失。我看完笑了笑，直接扔进垃圾桶。没有经济补偿的竞业协议算个屁！陈光耀的律师想必也会告诉他这点，否则他早就起诉我了，还发什么律师函来吓唬人？我曾经想过陈光耀无耻，会闹事情，但我实在没想到他会这么无耻。在我到处飞着出差的时候，陈光耀直接登门卓瑞公司，找到了卓瑞的老板卓总。他向卓总颠倒黑白，说我在职期间把所有的客户资源都把控在自己手上，让卓瑞一定要小心我的小人做派。话里话外还暗示我这些年贪污不少公司的推广费和给经销商的补贴费用。他一再强调让卓瑞要提防我，就算非要留下我，也一定要监控好我的账户。当宋希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我大脑被气得一阵晕眩，血压都感觉上升不少。出差回来后，我打算去找卓总，想和他解释清楚，但我又无法证明我没有贪污过推广费。警察办案，他们会找证据给犯人定罪，可陈光耀只需要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不过我多虑了，当我找到卓总的时候，他直言，我有一条，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小宋和我推荐了你，我相信你，推广费你大胆去用，我要的是成绩，不要因为这件事反而束缚了你的发挥。其实后来我还挺感谢陈光耀的这波背刺，因为卓总为了证明他用人不疑，推广费确实放手让我自己支配，而我也没有让他失望，用更少的推广费打下更大的市场。信任是相互的。3年后，我升职到和宋希同等职位的副总位置上，我抓市场和服务，他抓设计和生产。光耀产品再次被全面挤出市场。不过这是后话了。当我们线下店铺开到第10家，另外还争取到 Liam 下一季度的订单时，陈光耀有些急了，他向我抛来橄榄枝：韩哲，最近在忙什么？有空出来喝一杯？我工作完全饱和，没有心情应付他，只随便回了一句：没空。陈光耀把发文字改成发语音，语气带着几分讨好：韩哲呀，有没有兴趣再回来光耀上班？我考虑了下，你底薪我不调整了，但是 KPI 的考核标准不变，回来后你还是运营部经理，和李雪一起管理运营部。我在光耀的底薪是7000元，调整不调整我真的无所谓，我本来就是靠绩效拿工资的。我笑了笑，回：抱歉呐，陈总，我挺喜欢卓瑞这边的氛围的，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忙了，有空聊。我并没有撕破脸，只礼貌切断了他下面想要说的话。我奇怪于陈光耀突然改变的态度，才几个月而已，之前还跑卓瑞告我黑状，怎么如今突然想要我回去？很快我便知道了其中的原因，因为3天后，
我面试了之前那个上蹿下跳的助理方暖暖，她来卓瑞应聘运营专员一职。复试时 HR 那边喊我过去一起面一下，她见到面试官中有我的时候，很明显表情僵住了，有些局促不安。但是她已经进来了，只好硬着头皮坐下。当 HR 问他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离职时，他便开始了长达10分钟左右的吐槽模式，从公司管理到同事之间的鸡毛蒜皮。大概觉得我会对李雪感兴趣，他特别说了关于运营部的事情。原来李雪虽然是运营部经理，但是实际运营相关工作他并不擅长，运营部一团乱，业绩直线下滑，陈光耀不得不给他高薪招过来一个助手，也就是运营专员。本来方暖暖完全可以升上去，他毕竟在我手下做了3年，很多事情处理上也是手拿把掐。可偏偏不管他怎么讨好李雪，李雪就是不喜欢他，还经常给他穿小鞋，各种扣他奖金。不喜欢他的原因，方暖暖没说，只说是李雪嫉妒心强，说他自己能力在李雪之上，所以上个月优化的时候，李雪因为嫉妒把他裁掉了。面试结束后 HR 那边问我意见，我的意见当然是不通过。这样的白眼狼，我留在身边等着他来捅我一刀吗？ Liam 和光耀集团的全球代理合同到期后，转签到我们公司。光耀线下的店铺有一部分是授权经销商，一部分是直营店铺。即将到期的经销商，我基本心里有数。我带着合同去谈合作，开设卓瑞的授权店，只有保证金，没有加盟费。我们还承担全部的设计费和装修费。授权到期后，无违反合同行为会全额退还保证金。我积极开拓市场的时候，光耀集团的运营部在干什么呢？听说陈光耀的老婆发现了陈光耀和李雪的猫腻，在公司大闹了一场。现在陈光耀收敛了很多，这还是和宋希一起吃饭时他给我八卦的。他轻抿一口红酒，笑着说，照这个趋势走下去，光耀很快便会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也笑了笑，我只关注卓瑞的发展，至于光耀，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宋希认同的笑笑，我们现在的新品更加智能化，和头部智能家居系统都有合作。目前我们已经领先了光耀一大步。关于和智能家居系统合作这点，我1年多前就和陈光耀提出了。我们的产品加上成熟的智能系统，能给消费者带来更便捷和高效的家居体验。但是他觉得没必要，普通的智能控制已经足够，没必要再多做这些噱头。说到底，他还是太自大了，有些固步自封。大半年过去，陈光耀招聘的5、6个接手我工作的人，都还没有厘清公司的市场运营。主要是有几个招进去还没过试用期就跑路了，实在是李雪的要求又高，可偏偏她自己又懂得不多，每天只会大呼小叫。我还在原公司时，因为绩效好，我们组的每个员工基本都能拿到绩效奖金。但是我走后，李雪联合 HR 部门重新设置了考核制度，每个人的奖金只和本人的业绩挂钩，如果是文职岗则只拿固定的底薪，不再享有任何绩效奖金。运营部的组员因为能拿到奖金，加上我的任务分配明确，都还算兢兢业业。如今看到现在这样，就开始偷奸耍滑，表面装的自己很忙，实则正经的工作没干几件。很快陈光耀就发现市场运营部形同虚设，新招来的运营专员拿着我之前2倍的薪资，但是连简单的数据分析都做不明白，
陈光耀一气之下炒了运营部大半的人员，有几个曾经的组员知道我在卓瑞做运营经理，还给我发消息问能不能再跟着我一起做事，我回都没回，直接删除拉黑了。这些人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也没有再联系的必要。如果别人伤害过你，都还没能给你留下一些教训，那么那些伤害活该你受下。没多久，陈光耀的产品被打假公司盯上了，打假公司一口气买了200多万的产品，然后开始索赔假1赔3，原因就是产品文案出现了问题，宣传中使用了诸多极限词，不仅夸大了产品的功能，还写了是什么最新高科技名牌等等，明摆着给打假公司钻空子。这件事情闹得挺大的，那边是个专业的打假团队，一早就准备好了各种证据，还请了专业律师、购物发票、广告与截图、宣传页等等。这一轮操作下来，陈光耀不仅被工商罚了几十万，最后来来回回打了好几次官司后，还是赔给打假公司几百万。此时，就算他如何想偏袒李雪，都无法眼睁睁看着几处小小的文案错误导致公司损失大几百万。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里一些稍有能力的人纷纷开始跳槽，剩下的基本就是混吃等死的，吃公司每月的社保和固定工资。这时候的陈光耀又再次想起了我，他拎了2盒进口水果，直接找到我住的地方。他讪讪笑着把水果放在茶几上，韩哲，这1年多下来，我发现还是把工作交给你最放心。我打算双倍底薪聘用你回来，李雪给你做副手，怎么样？我这边毕竟是你的老东家，亏谁我也不会亏了你。等咱们以后业绩恢复了，我给你公司2%的干股。这些话有些熟悉，曾经那些年，他哄骗我做牛做马的时候，也承诺过等公司发展好了就给我干股。可惜那时候我相信他，现在再也不会了。我把他带来的水果往回推了推，不用了，陈总。上个月卓瑞已经给了我3个点的股份，而且我现在的底薪和提成点都比之前翻了几倍。你给的那点工资我也不稀罕。陈光耀嘴张了张，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最终他憋出一句：那还希望你看在我们熟悉的面子上，对光耀的产品手下留情。我没有回答，之前我从没有对卓瑞手下留情，如今我更不会对光耀手下留情，站的立场不同了，敌对目标自然不一样。李雪被开除了，听说这次是陈光耀的老婆亲自让他做 HR 的表妹开除的，没有1分钱补偿。因为陈光耀老婆让公司调查李雪的过程中，发现他贪污了推广费不下100万，没把他送进监狱，都还是因为陈光耀老婆不想和丈夫的关系弄得太糟糕。陈光耀老婆清醒得很，她让李雪把所有钱全部吐了出来，然后赶出了公司，还在富太太圈子里打了招呼，对她进行软封杀。至于她后来怎么样，没有再打听过。而接下来的光耀更是一天不如一天。为了缩减开支，陈光耀只能不断地关闭线下的直营店铺。不到2年功夫，直营店铺关得七七八八，只剩下几个大城市的授权经销商在做了。而那几家经销商的店铺附近不出100米，必然会有一家卓瑞的直营店。光耀也算强弩之末了。最后，就连王志峰那种老黄牛也跳槽了。我把他内推到我们公司。之前我离开光耀后，王志峰的职位也往上升了升，听说工资也加了2000，所以那时我没提出让他跳槽到卓瑞。如今水到渠成，
也算给他多一个选择的机会。光耀公司剩下的人基本不会走了，那些都是陈光耀的亲戚，只要他不倒闭就得养着。最后一次听到关于陈光耀的消息是几天前了，听说他套网贷给公司的员工发工资，我有几分唏嘘。曾经看过很多裁员裁到大动脉导致公司倒闭的，但是没想到裁到我这个小血管也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问我之前7年为光耀的付出后悔吗？也并不。我曾经付出我全部的努力和真心，我把自己的事业线和公司的发展重叠。只不过陈光耀并不是那个能延续我事业发展线的人。卓瑞以后会不会是第二个陈光耀，现在我也不会知道，但是我会走好自己的路，若发现走错了，及时改正，也算为时不晚吧。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